今年4月初，在线下和鸿蒙的小伙伴交流的时候，我就有注意到官方有意要做居中样式的实况窗。我当时表示，目前这样有自己点特色就挺好的，免得被说照抄啥的，更别说很难想象 Mate 的3挖孔怎么整成灵动岛的。结果鸿蒙5.1发布时不出所料，全员升级机型功能阉割的风波被喷到小绿书评分比版本号还低。我这 Mate 70 Pro 加也是等了一轮又一轮，我就是好奇，早从23年鸿蒙4上发布就居做的实况窗，咋憋了这么久赶个晚集还要抢上居中灵动岛样式的实况窗，体验会比友商更好吗？设计上逻辑和友商一致，胶囊从摄像头中心原点变化展开，左右展开回弹幅度比较细微，左图标右内容，其中图标鸿蒙规范统一为圆形彩底加白色图标。圆形底色代替的是之前整个胶囊的底色，音乐封面也会被统一切割成圆形，都和锁屏底下的小胶囊对应。而友商普通图标都是类似 iOS 的彩色图标。音乐封面其中 Magic 和橘子跟 iOS 一样是圆角矩形，只有 Color 是圆形遮罩。而鸿蒙的实况窗尺寸比其他家偏细一些，因为单纯摄像头原本就没有 iPhone 那么宽的宽度。鸿蒙胶囊黑框基本就是贴着摄像头的直径去的，和状态栏的图标基本平齐，不会像安卓友商刻意加粗后突出状态栏一截。有意思的是，鸿蒙弹出的胶囊并非纯黑色，而是在左右达到一定长度，黑色就逐渐变得半透明，在亮色背景更容易看到边有一点漏光的感觉。在3挖孔机影上，更长的胶囊透明区域会更大更明显。我猜测是为了让长胶囊更好融入画面。3挖孔机影上的胶囊必然会长上不少，还好 Mate 系列屏幕比例偏宽，只需要对状态栏做出对应调整就可以完整显示了，这一点后面再聊。而如果没有打开隐藏挖孔，实况窗展开和收缩动画都会多出一个步骤，也就是3个摄像头分别展开黑框融合成一个胶囊，再展开成实况窗。实况窗退出也会在结尾分别快速缩回3个摄像头。怎么说呢？时而融合，时而分开，我觉得看着还挺不习惯的。打开隐藏挖孔的话，感觉就更有整体性。用了小半年Mate 70 Pro 加没切换过隐藏挖孔，升到5.1没几天就给我劝过去了。鸿蒙实况窗这次改成居中，最多人吐槽的是这个居中它有时候并不居中。鸿蒙在设计之初就有左右主副文本之分，在只有副文本的倒计时提示中，鸿蒙和其他系统一样，根据右侧副文本的长度，左侧相应增加留白来平衡观感。可是，一旦左右都有文本内容，那就变成哪边内容多，哪边就更长。即便两边是一样的字数，但左边还有图标，最终就是必然偏向于左边。这样设计也是因为右边必要显示的状态栏图标更多，所以只可能偏向于左边。双文本的实况窗更多是在实时状态提醒场景，例如外卖、打车之类的。常驻类的音乐倒是没有这种情况，可一旦同时出现2个实况窗，鸿蒙就100%出现偏头。鸿蒙在多个通知用的方案是 iOS 那套胶囊中剥离出一个球球，做到多个状态同时展示。不过鸿蒙不像 iOS 把文字内容直接拿掉，只留下2个图标，详细内容全不见了。也不是像橘子把黑框整体右移，改变留白位置来跟左边的圆球平衡，而是选择我全都要，把同一个通知的主副标题和图标都挤到一边去，以摄像头为分割，右边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圆球图标。这样的不平衡程度完全取决于展示的实况窗文本有多长。刚好鸿蒙又特别喜欢往上面写字，就像其他家音乐播放都是显示动态音乐波形，鸿蒙就是直接把歌名往上贴，副标题还支持长文本滚动展示。好处就是信息完整显示，就是文字多了看着必然是没有那么简洁了。多个应用时偏向一边，因为视觉不平衡，人也会不自觉的就往上飘。破案了啊！华为就是为了让实况通知能让人一眼看到，才故意这样用下来。唯独录屏这个实况通知是不影响其他实况窗位置，直接加在左侧的。其他应用只要是有2个通知，都难免偏向一侧。不过单个应用出现不平衡的应用并不多，我觉得是无伤大雅的，而且也换来了信息的完整显示。展开实况卡片上，鸿蒙选的是安卓友商常见的单击展开卡片，没有像 ColorOS 给出2种选项，长按也没有更多操作，跳转应用必须点2次。不过样式倒是选择和 ColorOS 一样展开到摄像头外的独立卡片，也是延续自旧版实况窗不用重新设计黑化的卡片，样式就是标准的毛玻璃底色，加上各种通知通用的卡片排版。这个卡片我们之前在很多系统场景里都见过了。接着是整个新实况窗的动画，优雅的鸿蒙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艳的上岛动画？好吧，这跟安卓友商做的有啥区别？唯一不同的就是抛出上岛时，窗口在放手位置有随甩出方向和速度做出对应轨迹曲线和速率调整。
只是跟 MagicOS 一样，对应用卡片的效果基本没有。别说做到像 iOS 那样复杂的扭曲加模糊加遮罩，没有后期慢放我都没发现结尾还有个轻微的模糊。动画曲线优于各个安卓厂商，但整体配合起来又不灵动。上导时呼应的胶囊动画也跟友商不同，友商模拟摄像头区域受到卡片吸入惯性影响，向上后撤拉伸再展开。其中 iOS 还能根据抛出吸入方向做出真实的反馈，鸿蒙呢就直接固定的等比放大黑边来反馈应用吸入，分成放大和展开胶囊两段动画。友商做到了 Q 弹反馈、图标模糊进入、胶囊交互拉伸，还能滑动隐藏通知。鸿蒙这通通没有，展开回弹非常细微，元素进入就是简单的淡入加移动。值得新鲜的只有这个应用初次上导展开时，黑框周围会从摄像头区域向两端发散光效，难得在多个通知展开合并做了绒球效果，目前却是 Pura 80系列独占，这都是旗舰的，真不够意思啊！胶囊弹出卡片的动画同样平庸，用遮罩从零在摄像头中央逐个下移展开，动画毛病同样出现在胶囊收缩过程中，收缩过程跟上的动画被倒放了一样，得先回到等比放大的状态，再缩小回摄像头。如果是想做收缩挤压回弹，也不是这么个表现呢。在下滑通过中心这个高频操作，每次收缩都得断一下，不隐藏挖孔模式一样得分成两段，看着就更难受了。退出通过中心直接展开就好了，还是得放大一下再展开，仔细看起来就是不够自然。不过到这里，鸿蒙做的也并不全是槽点。状态栏图标针对实况窗遮挡做出的优化就有点意思。首先，我发现只要有实况窗通知的时候，每次上导动作，状态栏图标左右都会往中间靠拢，然后模糊再展开。这就是鸿蒙做来切换状态栏图标数量的动画，但实际呢又没用上。问题出现在了鸿蒙设计了一个新的信号堆叠标识，没有实况窗的时候展开，有实况窗就堆叠起来，这很合理。但切换永远都在收缩动画开始前，下滑和退出通控中心整个状态栏内容也是直接切换再收缩。在模糊的时候快速透明度渐变，不才是正确用法吗？给大伙一种加了动画很丝滑的错觉。定睛一看，这啥呀？这是。好在除了信号切换这个通病和下滑通过中心之外，上导和点击展开实况窗卡片，其他图标进入和出现都会在状态栏展开结尾缩放渐变。当实况胶囊左侧占据太多位置，时钟还会连贯的堆叠成竖向排列。如果没有双卡的话，就能看到这个动画完美的样子了。而鸿蒙做了这么一个状态栏伸缩动画，一旦没有实况通知，下滑通过中心就回到了最初一动不动的直接切换，这给它用上效果多好。前面说到鸿蒙喜欢在岛上写字，而不是用动态图标，用下来一大弊端就是看不出通知的状态。例如倒计时用动态图标能够一眼看到图标有没有在动，音乐一眼就能看到波形图有没有在跳动。做得更好的像 iOS Magic， 倒计时暂停还会换上暂停标识的图标，而且动态图标也能显示简略的实时状态。鸿蒙在这图标内容就是单纯照搬旧版实况窗了。我想象中，在鸿蒙上实现灵动岛，应该不会像安卓上受到状态栏消失影响，出现各种掉出镜头外的尴尬吧。实际鸿蒙也不见得优化的有多好，只有在下滑通过中心这一个场景能够有动画的收回，进入后台全屏内容包括相机等等，实况胶囊都是跟着状态栏一起淡出，甚至经常能见到直接消失出现的情况，这可没比安卓友商好到哪去。更别说隔壁橘子在安卓做到了各种需要隐藏的场景100%有动画。鸿蒙在下滑通过中心后稍微等待一下，刚刚收起的实况窗在底下又再次出现。我找到 Next 唯一优势就是在生态内的应用开屏广告，不像安卓里影响状态来显示，友商就避免不了一些应用打开一次就得被迫收缩一次胶囊。但鸿蒙实际用起来呢，依旧有少数几个应用会让实况窗消失。最后横屏状态的实况窗是大多厂商可能会忽略的，Color和橘子都属于省事打肿脸充胖子，在横屏中间也搞了个黑色胶囊。鸿蒙这里用的大概率是偏孔设备的显示方案，胶囊以半透明为底，紧贴状态栏时钟，并且支持多个实况通知并排完整显示，就是动画简陋了点。MagicOS 也是用的居左，但不支持多个同时显示。不过这彩色的胶囊和卡片连贯展开，这不鸿蒙4吗？最后视频应用上，官方有一页非常详细记录了目前支持实况窗的系统服务和3方应用，对比安卓的话，数量上也不差。基本的音乐、外卖、出行都已经适配，甚至有像番茄 To Do、变了吗这种小厂应用只适配了 iOS 和鸿蒙，还有一些鸿蒙独家的小应用。我个人用下来，某宝的外卖还有王者的复活倒计时这2个应用，鸿蒙没跟上，会有点影响使用。
系统场景，鸿蒙做了通话、充电、耳机连接、华为分享等等，还算挺全面的。钱包刷卡还做了像 iOS 弹出 3D 翻转卡片，但显示更多信息不是融入胶囊，而是一个独立的卡片。动画一对比，还是显得有点粗糙。以上就是这次鸿蒙 Nex 5.1新实况窗比较完整的体验报告了。用下来，我觉得没有达到前面体验全解聊到那几个方面那么高的完成度和原创经验感。除了追求信息完整显示的歪头胶囊和状态来伸缩有独特的鸿蒙味道之外，连我最基础期盼的把胶囊显示定死在上面都没能实现。说的不好听，和安卓友商一样，都是对 iOS 拙劣的模仿。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不赞成鸿蒙去做这个居中实况窗，但既然做了，就不要给用户发个半成品。前段时间鸿蒙因为升级闹成这样，也挺让人唏嘘的。还有新机因为 Nex 功能用不了的退机刷机风波，必然会影响华为整体的计划，属于是内外压力倍增。我这大半年时间基本都献给制作鸿蒙相关的内容了，这也能看出我多么希望鸿蒙能成。不过后面鸿蒙体验全解第3期咱就多往后推一推，不然都成鸿蒙驱魔主了。等6.0或者有更多更新内容再一块来讲，希望你能持续关注我，后面也会做澎湃 OS 3、ColorOS 15等新系统的内容。我是 Secret 洋葱，感谢你的观看，欢迎点赞、投币、收藏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